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方法，可以帮助你提高中文影子跟读。影子跟读是一种很特别的学习方法。当你学习中文的时候，你可以听一个句子，然后马上跟着说，就像影子跟着人一样，所以我们叫它影子跟读。这个方法很简单，但是很有用。很多学生一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会觉得很难，他们会说这些声调太难了，他们会说我看得懂，可是听不懂。他们还会说我知道很多词，可是我不会说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们学得太书面化，只看书不开口。影子跟读可以帮你改变这个问题。你听一句就跟一句，你听一段就跟一段，你的耳朵和嘴巴一起动，脑子也在动，这样你的中文会越来越自然。一开始你可以选择很简单的句子，比如我喝水，我吃米饭，我去学校。这些句子很短，可是很有用。当你影子跟读的时候，你要注意声调。我是第三声，要先降后升；喝是一声，要高平；水是第三声，也要先降后升。如果你每天都影子跟读这样的句子，你会发现很快就能记住。很多人怕开口，他们怕说错，可是影子跟读就是要多说多练习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你不怕了，你会觉得开口很自然，就像用母语一样。学习中文的时候，问候和自我介绍是最重要的第一步。当你见到一个人，你想和他说话，你需要先打招呼。如果你不打招呼，对方可能会觉得很奇怪。所以我们要从最简单的问候开始。最常见的就是你好。无论你见到朋友、老师还是新认识的人，你都可以说你好。如果你在早上见面，你可以说早上好。如果你在中午见面，你可以说中午好。如果你在晚上见面，你可以说晚上好。这些问候语很基础，但是非常有用。当别人问你你好吗的时候，你可以回答我很好，谢谢。然后你可以加一句你呢，这样你的对话就可以继续。问候以后，通常你需要介绍自己，比如说出自己的名字。你可以说我是小明。如果你想更有礼貌，你可以说我叫小明。这两句话意思差不多。当你和新朋友见面时，你也可以说认识你很高兴。如果对方先说这句话，你可以回答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除了名字，你还可以介绍你来自哪里。比如你可以说我是澳大利亚人，或者我来自美国。如果你想简单一点，你可以直接说我是学生，或者我是老师。你也可以介绍你会说什么语言，比如我会说英语，我会说一点中文。这些句子都很短很实用。在自我介绍的时候，不要怕出错，最重要的是开口说出来。影子跟读的时候，你可以反复练习这些句子，比如每天练习10遍、20遍，直到说得很自然。当你习惯以后，你在真实的对话中也会很自然地用出来。记住，自我介绍不需要复杂，只要说名字、国籍、职业、语言就足够了。如果你想让对话更友好，你可以加上兴趣爱好，比如说我喜欢看电影，我喜欢喝咖啡，我喜欢学习中文。这些句子可以让别人更了解你。在影子跟读时，你要注意停顿和语气。说名字的时候可以放慢一点，说很高兴认识你的时候要带一点笑意。这些小细节会让你的中文更自然更真实。学习中文的时候，日常生活的句子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些句子你每天都可能会用到。比如你去超市买东西，你去饭馆吃饭，你和家人说话，这些场景都很常见，所以我们要多练习。当你去买东西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说我要一个苹果，我买一瓶水，这个多少钱？太贵了，可以便宜一点吗？这些句子可以帮你在市场、超市和商店里轻松交流。当你去饭馆吃饭的时候，你可以说请给我一杯茶，我要一碗米饭。
这道菜很好吃。买单，谢谢。这些话都很常见，影子跟读的时候可以反复练习。在家里，你也会用到很多简单的句子，比如妈妈在做饭，爸爸在看电视，弟弟在玩游戏，我在写作业。这些句子都很贴近生活，很容易理解。影子跟读的关键是多听多说。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说的不好不要紧，只要你每天都练习，你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影子跟读不仅可以用在单个句子上，也可以用在小故事和对话里。当你跟读对话的时候，你可以学到真实的交流方式。当你跟读小故事的时候，你可以学到句子之间的联系，这会让你的中文更自然，也更有节奏。我们先来看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学校。你呢？我去超市。再见，再见。这样的对话很短，可是很常用。你可以先听，再跟读。每一句话都要模仿语气。比如说，你好的时候要带微笑，说再见的时候要自然轻松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小故事。今天早上我起床很早，我先去洗脸刷牙，然后我在厨房做早饭。我煎了一个鸡蛋，还喝了一杯牛奶。吃完早饭，我拿上书包，走出家门。外面天气很好，太阳很大。我走路去学校，路上遇到了一个朋友，我们一起走，一边走一边聊天。到了学校以后，我们说再见，然后去上课。这样的故事虽然很简单，但包含了很多日常动作。你可以反复跟读，熟悉这些词语，比如起床、吃早饭、走路、上课，这些都是生活中常见的表达。当你把故事读得很熟以后，你会发现自己也可以说出类似的故事。这就是影子跟读的力量，它不仅让你记住句子，还让你学会讲故事。下面我们再看一个小对话。你今天忙吗？不太忙。你呢？我也不忙。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好啊，我也饿了。这样的对话非常生活化，你可以每天跟读几遍。跟读的时候要注意停顿，不要太快，也不要太慢。模仿说话的感觉，就像你真的在和别人对话。学习中文的时候，坚持每天练习非常重要。如果你只学一天，然后停一周，你会很快忘记。但是，如果你每天都学一点点，你会进步得很快。影子跟读最好的方法就是养成习惯。比如，你可以每天早上花5分钟，你起床以后听一段中文，然后跟读，这样你的一天就开始得很积极。如果你觉得早上太忙，你可以在晚上练习，睡觉之前听一个小故事，跟着说一遍，这会让你的脑子在睡觉的时候也记住这些句子。每天5分钟就够了。如果你有时间，可以10分钟、20分钟，时间长一点更好，但最重要的是每天都要坚持。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动力，你会想，我今天太累了，不想学。这个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，只要2句话就好，你听2句话，跟读2句话，也算练习，这样你就不会中断。第2天你就会更容易继续。学习中文是一条长路，不是一日之功。如果你每天都在走，你就会到达目的地。不要和别人比较，你只要比昨天的自己更好。当你坚持1个月，你会发现自己说话更流利。当你坚持3个月，你会发现听力也有了进步。半年以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可以用中文表达很多事情。这个时候你会很有成就感。所以，请记住，坚持就是成功的关键。你可以把影子跟读当成每天的一个小习惯，就像刷牙吃饭一样自然。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内容，比如对话、故事、歌曲。当你喜欢的时候，你就会更容易坚持。如果你有朋友一起练习，那就更好了。你们可以互相鼓励，一起进步。学习语言有时候会很孤单，但如果有人陪伴，就会更快乐。最后，请记住，每一次开口都是前进的一步。不要怕错误，错误是你学习的机会。
只要你不停下来，你一定会越来越好。